基本上是这样。如果你是上一代过得不好，想要翻身的话，你就一定要从零当基础开始。因为你如果上一代要你扛，把你情绪勒索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翻身了。翻身是说你在零负债的基础，就是说你出社会之前你没有负债，没有欠钱，你没有学贷，没有车贷，没有房贷，都没有，然后也没有欠任何人钱，从零开始。那你的上一代过得不好，你就跟他切割嘛，就是说你不能扛上一代的人，你才有翻身机会。对，但大部分的人做不到，因为如果说你能够割舍那个情勒的话，那你就可以从零开始。那你从出社会到变成小康的过程，90%都做得到。就即便你上一代是过得不好，90%都做得到。但是为什么90%的人，台湾人还是没办法翻身？就是90%的人被情勒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我知道很难做到，但是你要翻身就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跟上一代的债务做切割，就是上一代欠钱，那就去上一代去还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就是你要累积你的信用，你不能借钱不还，然后也不能，不管你是跟银行的信用还是跟人的信用，就不要跑路，那你才可以翻身，否则翻身不了。你一直被情勒，翻身不了。所以，有机会翻身，但是你就看你能不能割舍那个亲情，对，因为会情勒就是2个原因嘛：一，他没钱；二，他没道理。没钱没道理，他才要情勒。你任何一个有钱或有道理都可以说服你，他就不用情勒。但是就是他没钱又没道理，他才要情勒。就是对方给你比较多钱，那就去别人那里。对方比较有道理，就去别人那里。但你如果说你自己的上一代有钱有道理，当然你就不会去别人那里了。那这个没办法，他就是没钱没道理才要情勒。对啊，我想通这个，但是很多人想不通啊，才会陷入那个不断的日复一日里面。所以跟他们讲不听，对，就是要翻身就是要割舍，这没办法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割舍。好，我补充一下，为什么说一定有翻身的机会？说有90%。我现在想，假设你是创业就是说，你存一笔钱去做生意啊。通常如果说你是上班族去做生意，通常是餐饮业嘛，通常是一定是餐饮业，它的资本额比较小。大概就是50、100，对，那你就是用那50、100的存款去创业。那如果说失败，就是100结束就结束，不要再去借钱。那你是不是就是100没有而已，100归零而已？对，那100，然后假设说你再去找一个工作2万多，那2万多你存1万了，省吃俭用你存1万，那是不是10年？对，10年120吧。你原本亏掉的钱又回来，你不会说老了还要去睡车站，不会这样子，因为你钱会回来，你就不能负债，你就是用存钱的方式去创业，不能负债。你开饮料店也好，你做路边摊也好，你就是不要再去借钱。咖啡店也好，对，就不要再去借钱，你就是用上班族存的那个存款，亏掉就算了，对。除非你有把握说你是要做非常大，
例如说呢，你是要做到几千万的，那你一定要借钱。但这个你就要认知说，你亏到上千，你后来失败了，你就是爬不起来。对，因为你弄到上千，不可能靠存款回来，除非你又有办法有人资助你，帮你还掉，然后再开，或是你找到股东，不然不可能。对啊，所以来说，你亏个100-200要重来很简单。对，你最晚，你去，即使你是最低薪资，很多都有嘛，你是便利商店或是加油站，很多的那个饮料店，你也可以最低薪资。但是因为年纪大，饮料店搞不好不用，你可能就是要去找那个加油站会用，或是这种清洁工啊。对啊，他通常都是2万多，8小时。那为什么我是不建议做12小时？因为12小时，除非你很缺钱，不然做不久。12小时做不久，因为你在没有负债的情况下，你一定想说我做8小时就好了，对，不会想说我要做12小时。很缺钱才会12小时。你可能是我认识的是这样，会做一直连续做12小时，而且都不离职。他一定是有房贷，或是他有负债，他才可以连续一直12小时，然后都不离职。否则通常就是这种12小时就是短期缺钱，就是你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工作，然后你需要一笔钱，所以你就要赶快去做12小时。对，那可能做个几个月之后，你又存个10万存款哦，你没有负债的情况下，那理论上来说就会不做，所以8小时才做得久，12小时做不久。所以就劝各位，就是有一个停损点。就如果说你是创业的话，就是用存款去压，不要再借钱，那你就还有翻身的机会。否则就你借超过200-300，你不太可能再翻回来。对，这是属于创业失败的部分。那如果说是结婚，那你就更要慎选另一半。对，有一种是这样，我听说那个离婚的理由千奇百怪，有的是就是男生都在上班，然后女生也上班的。但是问题就是家里打扫跟那个厕所应该是用轮的嘛？对，我觉得合理是应该用平均分配的，就是说，他说什么时候是男生扫，什么时候是女生扫，因为家里大家都在用。但是有一些会这样，有一些女的是，你跟她讲说那个厕所你有用，我们分配一下打扫，她就要离婚了，有啊，多的是。所以很多不合理的婚姻状况这样，所以对象要慎选。对，之前就讲过说男人有3大财务危机嘛，创业失败跟婚姻，还有中年失业。对，中年失业在台湾比较难，只要你肯做，你肯领最低薪资不会没有。现在有很多2度就业的机会，但是就是你不能负债，你才不会说到老了，然后可能要靠社会机构。对，就是你一定不能负债，然后你要在退休之前存一笔存款，然后你劳保用月退，一定要用这样，否则一定惨。那婚姻是慎选另一半，对，千奇百怪都有，什么那个请另一半来扫个厕所，大家互相去排班扫厕所，他不要啊，另外一半搞不好不要，他就离婚了。对，或者是那种看到你的存款有多少，然后他就说你有那么多钱应该分我啊。事实上本来就是，如果说2个都是双薪家庭的话，是各赚各的。怎么有这种什么一边的钱要给另外一边全部给啊？离婚就全部没有啊？没有这回事，没这回事。所以要思考看看，就是要避开那些风险。对，还是有翻身的机会，但是就是不能负债，然后你要给自己留时间。就例如说你在40岁之前创业失败，后面就不要再创业了。对，就赶快存钱，去上班存钱，不至于到65岁太惨。对，你不要说我后面还在一样，然后去借钱，那到时候就是死无葬身之地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所以我觉得我的经验
我的听到的不是我自己发生，有些是我听到人家讲一些很惨的状况，就是分享一下大家避开那些风险。我希望大家都过得好。对，那婚姻，我觉得大家随缘了，不要说硬要去结婚。对，硬要去结婚，你就很可能对世人不明，判断错误，然后把自己以前的存款赔下去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多风险自己要去避开。对，我知道都告诉你们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你可以过得什么样的生活？你就可以，你想要出国就出国，你就每年你存一笔，每个月存一笔钱，一年出国一次，然后不影响你的储蓄，就分3笔嘛。你可能有一笔是分3个账户，一笔是生活费的，一笔是投资的，然后一笔是你要出去玩的，或者紧急预备金。对，生活费的就是你一定要花，可能账单啊、水电瓦斯、吃饭，对，然后一些要缴税的东西。那如果说你要有一个投资的嘛，因为有一些是有余额可以投资，那当然很好，但是要找风险低的。那再来就是紧急预备金，突然要用的时候，你有现金可以拿出来，不用去卖掉那些投资的东西。那再来就是你可以存一笔犒赏自己的圆梦基金，例如说1年出国一次，对，就这一种，或者是你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，反正假日你想去吃餐厅就用那个账户，对啊，可以这样用，就是你把它切得很开，就一开始就分清楚，就有一些账户是完全不能动，对，那有一些账户是拿来付账单的，有一些账户是我可以随便花，自己去切，方法都告诉你。对，那你们不要去做，当然是不会成功。对啊，昨天我听到一个广播是这样讲，他是说，如果说你有穷过，你有苦过，你就想想看，你永远要记得你最惨的时候的生活。例如说，你原本可能你有那种失业的时候，一个月只花1万的，就是花存款花1万，就记得说你1万也能活，1万你也可以活下去。那你后面赚3万、赚4万的时候，你还是花1万，那你就存款就增加很快，是这样子。对，不是说你赚3万马上变3万的生活，那你永远存不到钱，这个是不对。对，所以就我这个人无私的分享，就希望你们可以也达到这样的同样的生活。对，对，那婚姻是没办法，你们自己选，可以不要婚姻的，没有说一定要。对。有婚姻之后比没婚姻还惨，对，婚姻是自己的嘛，你要选择要进入婚姻，那你自己去判断风险，判断利弊得失，对，就不一定要结婚，有些结婚之后离婚的那个又比较好，没有，反而你自己一个人，你想放假，你想去哪，你想出国，什么都可以自己存了，都不用管别人，不用去受限于别人。虽然说比较健康的婚姻应该是你是双薪家庭，就是各自负责各自的开销嘛，怎么可能说一边都出一边不要出，没这回事。所以还是要去认清婚姻的本质是什么。婚姻是互相扶持，不是占人便宜的，你们要想清楚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今天补充到这里。